神明立于上空，他的双眼犹如深邃的夜空，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你认为离开了那方国度，你还能持续爆发天道之源的力量吗？神明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9天之力彻底的释放了。随着神明话语声再度落下，守恒天道经的震动更加剧烈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宇世界的秩序都重新编织。神明伸出手，身后的浩瀚银河开始闪烁起来，掌心凝聚出一点点璀璨的光华，最后化为一道巨大的神明之手，其中散发出无比浩瀚的9天之力。接下来，神明正准备与天道之源强行的融合。在天宇世界中，神明之手如同穿越了无垠的星辰，以其不可思议的力量洞穿虚空。神明之手所指的地方，无数星辰颤抖，虚空仿若纸糊般轻易被撕裂。那双覆盖着金色鳞片的手掌泛着幽幽神光，充满了威严与神秘。它缓缓地朝下伸向那块守恒天道经，守恒天道经周围流转着五彩斑斓的光芒，每一丝光线都蕴含着天道之源的恐怖波动。随着神明之手的接近，守恒天道经的光芒愈发耀眼，仿佛即将达到燃烧的极点。轰！忽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云霄，虚空在这一瞬间如同玻璃一般碎裂开来，无数星光四散飞溅，无数碎星在黑暗中闪烁。神明之手释放出了9天之力，那是由9天银河的精华凝聚而成的力量，无形无质，却恐怖至极，带着无尽毁灭的力量。然而，这股9天之力如今正以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狂涌进守恒天道经之中，试图强行与其中的天道之源融合。但是，天道之源亦非寻常之源，它同样拥有着吞噬一切的恐怖力量。9天之力试图强行融合进天道之源，却遭到了天道之源的强烈抵抗。它以一种霸道而细腻的方式吞噬着9天之力。下一刻，神明的脸庞上此刻闪过一丝痛苦之色，他似乎并未料到天道之源的反抗如此强烈。9天之力在他体内肆虐，反噬之力令他的脸色更加苍白。9天之力与自身息息相关，每一次被天道之源吞噬，都如同剜去了自己的一块心头肉。但神明的眼神中并未有一丝动摇，他深知这场融合关系到整个自身的实力，甚至可将自身的受损神格修复。所以在这痛苦之中，还带着一丝坚定和决绝，仿佛真的即使面临自身被吞噬的境地，也要将这场融合进行到底。不要挣扎了。神明再次开口，声音中透露出一股不容反抗的意志。周围的空气因为这股力量的交融而变得扭曲，时间和空间都在这股能量的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。神明之手与天道经之间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强烈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破晓的紧迫感。神明与守恒天道经之间的能量交织成一幅壮丽的画卷，仿佛下一刻就会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，将这片天宇世界都化为虚无。轰隆！一股强大浩瀚的力量自神明之手的掌心爆发，向着守恒天道经击噬而去。在这场力与力的较量中，9天之力与天道之源展开了激烈的拉锯，两股力量在守恒天道经的内外交织碰撞。守恒天道经的震动如同天地之母的愤怒心跳，不断加剧，终于到达了极限。苍穹之上，乌云密布，雷鸣电闪，仿佛诸神在进行一场愤怒的狂欢。突然间，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自守恒天道经中心爆发，形成一个庞大的风暴漩涡，它的吸力强大的令人窒息，连空气中的每一丝能量都被卷入其中。而那屹立于虚空的神明身影宛如一座永恒的神像，但在这道大风暴的吞噬下却显得如此脆弱。神明的巨大身影被大风暴漩涡逐渐吞没，仿佛一块巨石沉入无底深渊，其周围的光芒和力量被风暴漩涡抽离，如同被抽走水分的花朵。神明的力量在流失，脸色显出难以置信的惊恐。随着神明被吞噬，守恒天道经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本泾渭分明的天道之源与9天之力，在这一刻似乎达成了某种神秘的共鸣，它们交织融合，爆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光芒不是刺目的白，而是包含着所有色彩的斑斓，仿佛是生命之源在跳动，充满了创世的神秘与震撼。在大风暴漩涡吞噬了神明之后，再次张开巨大的漩涡口，将这片天宇的一切都吞噬殆尽。高挂在遥远天际上的神日，那永恒不灭的光之源，也在大风暴漩涡的肆虐下黯然失色，最终消失在黑暗之中。一片混沌，一片虚无，仿佛整片天宇都在这一刻消失不见。而在那大风暴的漩涡内部，被吞噬进去的神明，其脸庞上刚刚那道恐惧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满意的微笑。他知道，这一刻是他等待了痛苦了千万年，终于如愿以偿。9天之力和天道之源的融合，正在修复他受损的神格。随着这片天宇世界被大风暴漩涡吞噬消失后，那道守恒天道经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，像是一场变数的齿轮转动，突然爆发出耀眼光华，紧接着碎裂成无数晶片，像是星辰坠落，洒向整个诸神万界的每一处角落。原本宁静的诸神万界，随着守恒天道经的碎裂，
那些晶片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后，隐隐间开始变得动荡不安。而在诸神万界中的无数神奇们，似乎都感受到了自身所在的天地之中有着隐隐间的变化，至于是什么变化，也说不上来。而这就是由守恒天道经所引导的变数，正如同潮水般向诸神万界的每一处涌动，冲击着万界的法则与秩序。而在消失的天与世界区域，此刻仿佛成了诸神万界交汇的中心，这里的气息变得异常复杂，仿佛古老传说中的混沌初开，无数光与影在此交汇融合，形成一个又一个风暴漩涡，似乎连时间和空间都被扭曲，成为了无法预测的未知之地。诸神万界的格局在这一刻已经开始悄然的改变，一旦10年期限一到，神奇联盟也将会借此机会彻底的统治诸神万界的一切，站在诸神万界之巅，俯视众生，书写出属于神奇联盟的一个新的时代。与此同时，在神州的极北之地，运仙峰之巅，巍峨的宫殿群落星罗棋布，犹如人间仙境。宫殿之间云雾缭绕，而这些云雾就是由气运凝聚而成，一直弥漫在运仙峰的每一处角落，不仅可以将外界喧嚣隔绝，神元宫的众弟子还可以吸收这些云雾中的气运，使自身的实力加快提升。然而这一天，那本应一直缠绕运仙峰的气运所凝聚的云雾开始变得稀薄，如被无形之力抽离，渐渐的连那些最细微的气运雾丝也消散无踪。神元宫的弟子们面面相觑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不安与惊疑。气运之物的消散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天地间最大的异象，因为这些气运雾气不仅是他们修炼的助力，更是神元宫独特威严的象征。如今这一切正缓缓消逝，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可预测的变故。消息如同疾风般传遍整个神元宫，终于到达了元尊的耳中。此时元尊和气运盘龙站立在神元宫的一处山峰之巅，俯瞰着下方的宫殿群落，双眉紧锁，神色微微凝重。气运盘龙乃是神元宫的2号人物，实力仅次于元尊的存在，同时也是元尊的好兄弟。他如同影子般伴随在元尊的身侧，两人的目光交织，都从对方的眼中读到了同样的忧虑。气运之物消散，这是何等的异象？难道是诸神万界即将有大劫将至？气运盘龙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战栗，他的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不好预感，因为能够让气运雾气消散，可不是任何力量可以做到的。元尊沉默片刻，低沉道：看来诸神万界出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变数，我们需立刻行动，通知所有弟子加强戒备，同时寻找异象的根源。元尊的那一双金色瞳孔中气运之力正在凝聚，他现在所看到整个诸神万界的气运正在产生着微妙的变数，一旦这些微妙的变数不解决掉，恐怕会让如今整个诸神万界的格局产生严重的改变。对了，派个人将这个消息通知一下丹神塔的尊兄。元尊淡淡的道：好，我现在就立马去办。气运盘龙也不敢浪费一丝时间，气运之物的消散就足以证明了，在不久后整个诸神万界都会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数。元尊望着气运盘龙消失的方向，他的目光再一次投射在浩瀚的诸神万界。诸神万界乃是9大界最核心的神之大世界，所以绝不能让万界出现任何变数。一旦诸神万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那么定会影响第1等级、第2等级、第3等级的每一个世界。这究竟是什么变数？为了追查变数的源头，元尊立马催动自身的神力。在这一刻，元尊全身的气息突兀的暴涨，仿佛一股无形的风暴在他周身卷动，震得四周空气都在颤抖。他闭上眼睛，双手轻轻摊开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妙感觉自掌心蔓延开来。随着他的呼吸，天地间的气运之力好似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，朝着他周身汇聚而来。而手中的气运天罡魂直接冲入元尊的眉心处，也就是气运天罡魂入体的一瞬间，空间发出了一道轰鸣声，那道声音无处不在，引得天地都为之其膜拜。元尊的身躯上玄奥金光暴涨，神威凛凛，气运天罡魂环绕周身，天地间的气运仿佛都为之运筹帷幄。元尊的身上仿佛有一尊神明附体般，调动着大周的气运之力，汇聚成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。其目光凌厉，眼中闪烁着决战的光芒。元尊身上散发着玄奥无比的气运之力，引动了大周的能量如鼓浪般不断涌入他的体内，令他的实力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巅峰。与此同时，元尊的眉心处浮现出了一道金色的魂环印记，那是代表气运之魂，此刻也成为了气运之神。一道璀璨的光环从他的魂环印记中爆发出来，瞬间弥漫在整个天地间。这道光环犹如晨曦初照，散发着温暖而浓郁的光芒，它的波动强烈而有力。元尊的脸庞上流露出一丝坚定，这道光环将是他追查变数源头的关键。